你好，我是阿素。今天我們要開始講一本社會心理學界的天花板神作《親密關係》。但是在開始之前，我想先跟你說句大實話，千萬別被這個聽起來有點宏大，甚至有點像教科書的書名給嚇到了。其實這本書扒開學術的外殼，本質上就是一本硬核到骨子裡的兩性戀愛與婚姻指南。作者用了大量的心理學實驗，把我們和伴侶之間為什麼會莫名吸引，為什麼會瘋狂吵架，為什麼會欺騙背叛，甚至為什麼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分手和離婚，剝繭抽絲地講了個明明白白。如果你這輩子想徹底看穿兩性相處的底層邏輯，不再在感情裡受糊塗罪，相信我，讀這一本書就夠了。你有沒有過這樣的時刻？周圍明明有很多人，朋友圈也每天都在更新，但你就是感到一種說不清楚的孤獨。不是沒有人陪，而是感覺沒有人真正懂你。你說的話，沒有人真的在聽，你在意的事，沒有人真的在乎。或者是另一種感覺，你在一段關係裡，對方也在，日子也在平平淡淡的過，但你總覺得心裡有一塊地方是空的。不是發生了什麼天塌下來的大事，就是那種隱隱的說不出口的，我們之間是不是少了什麼？這種感覺幾乎每個在愛情裡的人都經歷過，而這本書就是在認真回答這個問題，那個兩性關係裡少了的東西到底是什麼？我們先從第一章聊起，我們為什麼需要親密關係？先來看看親密關係到底是什麼。我們每天都在和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，同事、鄰居、電梯裡點頭之交的陌生人，但這些關係和真正的親密關係之間有一道清晰的分界線。書裡把親密關係定義為具備幾個核心特徵的關係：了解、關心、相互依賴、信任、承諾以及回應性。前面幾個詞好理解，但最後一個詞回應性是書裡特別強調的，也是最容易被我們忽視的。什麼是回應性？就是當你表達自己的感受和需求時，對方真的聽見了，真的在乎，真的做出了回應。你有沒有過這種經歷？你跟對方說了一件讓你很在意的事，但他只是嗯了一聲，眼睛甚至都沒離開手機屏幕。或者他回應了，但你感覺他根本沒有真正聽進去，只是在敷衍。那種感覺就是回應性的缺失。它不是出軌，不是家暴，不是轟轟烈烈的衝突，但它就像白蟻一樣，會一點一點地把兩個人之間的親密感蚕食乾淨。書裡有一句非常一針見血的話：親密關係的本質不是兩個人住在一起，也不是認識了多少年，而是你們是否真正的了解彼此，並且在乎彼此。那麼親密關係對我們到底有多重要呢？你可能會說，我經濟獨立，精神自由，一個人也可以過得很好。但科學研究狠狠地反駁了這一點。人類對親密連接的需求不只是情感層面的，而是生理層面的。長期處於孤獨和無回應狀態的人，患心臟病的風險更高，免疫系統更弱，壽命更短。相反，擁有穩定親密關係的人，在面對壓力和創傷時，恢復得更快，心理健康水平也更高。書裡引用了一項追蹤數千人、長達數十年的研究，結果非常震撼。親密關係的質量是預測一個人晚年幸福感最重要的單一因素，比財富、比社會地位、比健康狀況都更重要。當一個人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回頭看，讓他們感到滿足的，幾乎永遠是那些深刻的人際連接，而不是那些曾經拼命追求的外在成就。這個發現值得我們每一個人認真想一想。我們花了多少時間在工作上，花了多少時間在刷手機上，又花了多少時間真正的陪伴和經營我們最重要的關係？說到這裡，我想講一個書裡非常典型，也讓我們很多人感同身受的故事。小林和她的丈夫結婚8年了，有孩子，有房子，在外人眼裡家庭美滿。但小林有一種說不清楚的感覺，總覺得這段婚姻裡缺少了什麼。她痛苦了很久，終於想清楚了。她在這個家感到了極度的不被看見。不是丈夫對她不好，丈夫記得她的生日，生病了會買藥，也承擔着家裡的經濟壓力。但每次小林想聊一件對自己來說很重要、很深沉的話題時，丈夫要麼在看手機，要麼給一個極其敷衍的回應，然後話題戛然而止。她說的話，她好像從來沒有真正聽進去過。這就是回應性的缺失。不是大的背叛，不是激烈的衝突，
而是一種長期的、細微的不被回應的感覺，慢慢的把两個人之間的親密感侵蝕掉，把一段婚姻變成了一座孤島。如果你看到這裡，覺得小林的故事有一點像你自己的故事，那你並不孤單。這是無數現代伴侶正在經歷的現實，只是很少有人說出口。接下來，我們來看看是什麼影響了我們的親密關係。書裡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：我們在關係裡的那些反應和模式，到底是從哪裡來的？第一個答案是文化。我們很多對親密關係的期待，其實是從小被文化環境塑造的，但我們自己往往意識不到。比如，你覺得主動說我愛你是很正常的事，還是覺得說出口就沒意思了？你覺得兩個人吵架很正常，還是覺得真正相愛的人不應該吵架？這些想法很多不是你天生就有的，而是你成長的環境告訴你的。而當兩個來自不同文化背景、不同家庭環境的人走到一起，這些隱形的期待就會成為關係裡最難察覺，卻最容易引發衝突的東西。第二個答案是個人經歷。你的童年、你的原生家庭、你過去每一段關係裡發生的事，都在你內心留下了印記。如果你從小看到的是父母之間的冷戰和指責，你可能會在自己的關係裡不自覺地複製同樣的模式。如果你曾經在一段關係裡受過很深的傷，你可能會在下一段關係裡格外警惕，甚至在還沒有發生任何問題的時候就開始防禦。有沒有想過，你現在在關係裡某些讓自己也覺得我為什麼要這樣的反應，其實不是你的問題，而是過去的經歷在你身上留下的自動反應。第三個答案是人類的天性。演化心理學告訴我們，人類在幾百萬年的演化過程中，形成了一些關於親密關係的內置程序，對外表吸引力的偏好，對忠誠和承諾的渴望，對被拋棄的恐懼。這些程序在遠古時期幫助我們的祖先生存，但放到現代社會，它們有時候會和我們的理性判斷產生衝突。你明明知道一個人不適合你，但就是忍不住被他吸引。你明明知道關係已經結束了，但就是無法放手。這背後有一部分原因就是這些古老的天性在起作用。書中還特別指出，現代社會正在改變親密關係。我們這一代人面對着一些前所未有的挑戰。社交媒體讓我們可以隨時聯繫到任何人，但它同時也在以一種微妙的方式腐蝕我們的關係。我們開始習慣用點讚替代真實的陪伴，用朋友圈的完美生活替代真實的自我表達。我們花了大量時間管理自己在網上的形象，卻越來越少花時間真正的和身邊的人連接。書裡專門提到了低頭族現象，兩個人坐在同一張餐桌前，卻各自盯着手機。這個場景對很多人來說已經太熟悉了。研究發現，即使手機只是放在桌上，沒有人去看它，它的存在本身就會降低對話的深度和質量。你有沒有過這種經歷？和伴侶或者家人在一起，但兩個人都在看手機，然後突然有一種奇怪的疏離感。那不是你想多了，那是真實發生的連接的流失。網絡交友的普及，也深刻地改變了人們開始一段關係的方式。我們現在可以在幾秒鐘內篩選掉一個人，同時和幾十個人保持聯繫。這種便利表面上擴大了選擇範圍，但研究顯示，選擇越多，人們反而越難做出承諾，越容易陷入總有更好的在等着我的焦慮。這本書有一個很誠實的地方，它不只講親密關係的美好，也講它的消極面。親密關係是我們最重要的幸福來源，但它同時也是我們最大的痛苦來源。正是因為我們在乎，所以才會受傷；正是因為我們依賴，所以才會恐懼失去。書裡說，沒有任何一段關係是完美的，但有些關係讓我們變得更好，有些關係讓我們變得更差。學會區分這兩者，是我們一生中最重要的功課之一。可惜的是，我們從小到大學過數學，學過語文，學過怎麼找工作，卻沒有任何一門課認真教過我們怎麼去愛一個人，怎麼在關係裡表達需求，怎麼在衝突裡不傷害對方。而阿素做這個系列，就是想陪你把這門人生最重要的必修課補齊。通過第一章，我們建立了理解這本書最重要的基礎。我們明白了，親密關係不只是生活的點綴，而是我們身心健康最核心的需求。它被文化、個人經歷、人類天性共同塑造，也正在被現代社會的社交媒體和網絡文化以新的方式改變。
如果你想徹底拯救自己的親密關係，或者想在未來的愛情裡修成正果，在接下來的9集裡，我會帶你一層一層的去拆解這個兩性相處的底層密碼。第2章，我們要去窺探吸引力的秘密，看穿我們為什麼會無可救藥地喜歡上某個人。第3章，教你用心理學看穿伴侶的第一印象與偽裝。第4章，我們要聊聊溝通，看清手機和低頭族是怎麼毀掉現代愛情的。第5章，我們去觸碰最核心的問題，激情褪去後，愛還能長久嗎？第6章，我們要不羞恥，大方地聊聊兩性裡的性與親密真相。第7章，帶你面對最扎心的妒忌、欺騙與背叛，社交媒體點讚引發的新型嫉妒該怎麼解？第8章，我們要圍觀每對伴侶都要面對的戰場，衝突與權力。第9章，用數據冷酷預測為什麼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分手和離婚。第10章，則是全書的終極通關指南，如何維持一段持續一生、永不鹹膩的幸福關係。這不僅僅是一次讀書分享，更是一場關於我們每個人幸福的自我救贖。下一集，我們先從最開始的地方說起，在遇見那個人之前，是什麼讓我們對他產生了感覺？吸引力到底是怎麼回事？我是阿素，我們下一集不見不散。